大家好，欢迎来到以色列实时中文报道。8月16日新闻头条：伊朗或突袭以色列，加沙援助食物被弃，以大屠杀影片风波，联合国列哈马斯黑名单。国防部官方消息：以军打击黎南真主党设施。以色列国防军战机近日对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布福尔山地区的一处军事与地下设施发动空袭，该地点被确认存在军事活动。以军指出，此举违反了以黎双方谅解。与此同时，以军还在黎巴嫩南部攻击多条真主党地下通道，投下10枚弹药，以阻止其重建军事力量。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采取行动，以消除一切对以色列国家的威胁。人质协议相关事件：摩萨德局长前往卡塔尔是为摩萨德事务，而非人质协议谈判。摩萨德局长在会晤中还明确表示，部分协议已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负责被俘人员事务的部长罗恩德莫向调解人明确表示，以色列现在只愿意讨论一项结束战争、释放所有被俘人员的全面协议。该协议必须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并确保其不再控制加沙。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调解人向以色列提出在加沙停火48小时的人道主义建设，哈马斯已同意，以色列表示保留意见，但调解人持续施压。沙特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已拒绝。此外，哈马斯代表团结束开罗访问。据报道，在停火与人质协议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联合国将哈马斯列入黑名单。在14日的一份联合国报告中，联合国首次将哈马斯列入因2023年10月7日强暴事件而犯下性犯罪的恐怖组织黑名单。奇怪的是，这一消息并未出现在国际媒体或欧盟国家的报道中。加沙援助现状：根据第世界粮食组织7月最新更新，该组织在加沙边境口岸收集了1012辆卡车物资，但只有10辆抵达目的地。此外，15日的美方援助分发中，土豆、洋葱等物品被加沙人弃置一旁，无人问津。加沙袭击：以色列空军14日袭击了扎伊通地区。此外，以军称8月9日的空袭消灭了哈马斯控制部门负责人纳塞尔·穆萨，他还在拉法旅情报与监视部门任职。以军战机还打击了汉尤尼斯一栋由恐怖分子存放火箭弹的建筑。美英回应犹太地区建设计划。美国国务院就以色列在11区域的建设声明回应称，一个稳定的西岸有助于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并符合川普总统在该地区实现和平的政策。而英国外交大臣则表示反对以色列的建设计划，称该计划会将未来的巴勒斯坦国一分为二，使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区域不再连贯。川普将访以。白宫表示，总统川普计划于下个月访问以色列。美俄峰会：美总统川普与俄总统普京将于阿拉斯加举行俄乌战争峰会。撒马利亚反恐行动：以军发现并摧毁7个涉嫌非法制造武器的作坊，同时在现场查获数千谢克尔现金，并在事件地区的巴拉塔村逮捕1名嫌疑人。伊朗或突袭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救援与训练部队司令史洛米·本亚耶尔少将表示，他已指示部队为可能与伊朗的另一轮冲突做好准备，这可能会以突袭形式到来，不应只专注于日常事务。伊朗谎言：伊朗驻黎巴嫩大使声称，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阿里拉里贾尼在布鲁特的访问有助于消除误解并加强伊黎关系，但黎巴嫩政府多数官员表示，事实恰恰反。真主党威胁黎政府。真主党警告称，
若黎巴嫩政府因缴械问题与其对抗，黎巴嫩将无法生存。秘书长纳伊姆·卡西姆表示，抵抗组织不会交出武器，必要时将打一场类似卡尔巴拉的战役，并有信心取胜。他指责政府执行美以消灭抵抗的命令，即使因此引发内战。提及卡尔巴拉之战旨在传递宁死捍卫原则，也不苟且妥协的信息。叙利亚动态。叙利亚消息人士称，位于西北部靠近土耳其的伊德利卜西部一处武器仓库发生巨大爆炸，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原因尚未公布。叙利亚苏维达的德鲁兹人在大清真寺旁悬挂以色列国旗，讽刺叙利亚逊尼派。欧盟呼吁叙利亚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按照国际标准解除安全部队武装，并对其进行整顿。以大屠杀影片风波。多伦多电影节因哈马斯未批准使用其视频或照片，一度禁止放映以色列影片我们之间的道路终极营救。该片讲述10月7日大屠杀与反应，在强烈反对后，电影节改为允许放映。影片中的指挥官表示，这是揭示哈马斯罪行真相的重要影片，提供了世界无法忽视的确凿证据。总理访问边防警察作战单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日与国家安全部长一道访问了边防警察阿夫纳特极端正统派战士排。部长称，你们是我们在边防警察为极端正统派群体设立的第一批战士及先锋队，凭借上帝的帮助，将有更多人加入你们，这才是将极端正统派真正融入我们安全部队的方式，而不是制造分裂与仇恨。卡塔尔案。此前因涉嫌收受卡塔尔资金施加影响而被捕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顾问尤纳坦·奥里奇，法院驳回检方延长限制的请求，并批评调查过程，不交出材料是不可接受的。若高院不推翻决定，奥里奇将于8月18日恢复与内塔尼亚胡的工作。法官裁定，虽有合理怀疑其收受卡塔尔资金，但与其职务无关，并严厉批评警方辛贝特报告4个月未提交，未能证明其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合理嫌疑。其他涉案人员均可与办公室保持联系，不应仅限制奥里奇的权利。公开证词显示，内塔尼亚胡称卡塔尔不是敌国，反对党领袖拉皮德也曾与卡塔尔方面会面。已成立预备役党。尤阿兹·亨德尔发起成立预备役党，主张剥夺逃避兵役者的投票权。该类即时党通常议题单一，难在选举中长期存在。亨德尔曾加入蓝白党、新希望党，并于2020年出任通信部长2年。已设立非法毒品监督注射中心。以色列卫生部正在研究一项试点计划，设立非法毒品监督注册中心。专家支持该计划，认为可以降低因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风险，限制艾滋病和丙肝等传染病的传播，扩大获得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机会，并减少公共场所的吸毒行为。以高院驳回优先权请愿。以色列高等法院驳回恢复极端正统派妥拉学者在托儿所注册中享受优先权的请愿，理由是即使此前的优待身份已不再适用，国家不能向有服役义务且尚未完成兵役安排的人提供福利。利伯曼回顾加沙撤离计划。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领袖利伯曼回顾称，他当时明确警告，单方面撤离加沙不会带来和平与安全，最终将导致恐怖组织控制加沙地带。若不了解敌人的真实意图，就无法维持国家安全。现代、奔驰、三菱、欧拉、江淮等品牌进口商
卡尔移动公司鼓励员工参加周日预期举行的争取释放被关押人员的抗议活动，并承诺不扣假期。特拉维夫市政府宣布暂停所有社区中心及市属休闲俱乐部的活动，包括游泳池、文化与休闲活动，仅保留唯一公共活动及抗议。与此同时，许多高科技公司因担忧形象问题，仅允许员工以临时无薪休假方式参与。昨日，特拉维夫的艾亚龙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已被数十名抗议者纵火烧轮胎封锁。列车事故，一辆货运列车在特拉维夫铁路线超高运行，损坏数百米的电力线，导致电动列车停运数日。特拉维夫至海法、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线路暂停服务。经济数据，以色列通胀压力缓解，房价下降 0.5%。以色列再捕获绿猴，在阿扎里亚村又捕获一只绿猴，使全国捕获总数达到55只。该动物已移交自然与公园管理局。有关方面提醒，饲养猴子极其复杂，许多主人因不知情而将其放生，这对动物是严重伤害。猴子属于野生动物，应生活在自然栖息地。公众可拨打3639举报外来动物。以校园事件，本古里安大学一名阿拉伯裔学生在灾难日当天庆祝并封锁行政办公室入口，被永久开除。灾难日来自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独立日的称呼。热浪致死报告，14日，在提比里亚的瑞士森林发现一名男子死亡，内盖夫一名4岁儿童被遗忘在车内中暑身亡。妥拉读经，安息日前夕，妥拉读经章节跟随中，摩西继续向以色列人做出最后的劝勉，承诺他们若遵行妥拉的诫命，他们将在即将征服和定居的土地上昌盛，以兑现上帝对列祖的应许。总结，以军空袭黎南真主党设施，并在加沙打击哈马斯高层，人质协议谈判陷入僵局，以方拒绝48小时停火，联合国将哈马斯列入性犯罪名单，加沙援助分配混乱。川普下月将访以，并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举行峰会。以军警告伊朗或突袭，真主党扬言不交武器。以国内爆发抗议，发生列车事故，通胀压力缓解，房价小幅下降。感谢您的收看，请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实时连接世界与以色列。再见。